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这个远程真好玩。OK， 今天的重点还是在更新公告了。这个是圣诞节的更新，那国际服这边更新的时间是在12月18日的 UTC 6点，就是下午2点左右，会停服3个小时。那这边有更新的内容呢，就包括一些圣诞节的活动啦，还有包括打野蛮人，然后会触发一些活动啊，就比方说你要去打牛车什么之类的那种小活动，然后你打完之后可以拿到一些奖励之类的，或者是道具。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估计应该也是7000宝石活动啦。接下来还有钓鱼的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我不喜欢啦，我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还有就是南瓜的活动啦，又回来了，这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活动之一。作战演习就是打洛哈，登峰造极，这个相信大家也知道啦。但是这一次的皮肤呢，需要消耗8个印记。那其实上一次全兵种的皮肤呢，是需要用到12个印记啊，这一次只是需要用到8个，其实是有减少了。就如官方所说的，如果是单一兵种的话，会用到比较少。那一个印记需要提升500万的积分，也就是说这一次的战力只是需要提升到4000万就可以拿到这一次的骑兵登峰造极皮肤了。所以如果你是单兵种的玩家，你对这个皮肤有兴趣的话，所以可以准备一下你们的加速资源，准备去拿这个皮肤了。接下来还有匠心特惠啊，就是那个锤子去敲之后可以拿到一些装备图纸的那个活动，折扣还蛮多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活动还挺实惠的。宝石商城首充装备限时返场哦，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商店这边，我相信多数玩家应该都已经买了吧，就是双倍的宝石。所以我觉得在更新之前大家先买掉它先，如果你们真的有需要用到宝石的话啦，因为如果它推出第2次首充有双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买到第1次了，你只有1次的机会。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买这个双倍宝石的话，你们可以先买。假设说你真的有需要啦，如果你没有需要的话，你可以不用买了，不要浪费钱。那活动预计会在2026年1月1号，就是跨年的时候上线，但是只是维持7天而已啊，你们要把握时间去买。那这边活动就有讲到，仅限活动期间登录游戏的玩家可以参与，未使用过首次购买可享双倍宝石的玩家不会累积增加次数，所以你们要买了先才会有哦。失落之地及征服赛季相关内容，赛季剧本特洛伊战歌剧本优化，因为这个版本呢其实蛮多 bug 出现的，这个也是有跟策划反馈啦。但是其实我玩了之后还有一些东西想要讲啦，这可能我 KVK 结束之后再做一个影片跟大家解释吧。联盟突袭木马的规则表现已修复为，当木马被摧毁或木马要塞被摧毁拆除后，阵营要塞才会开始修建新的木马。修复统帅阿卡琉斯穿戴密室时显示的问题，修复后技能复仇烈焰中的骑兵单位攻击力被转换为所有单位的攻击力后，将会在统帅界面中正常显示，所以它是那个报告里面有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阿卡琉斯之外，江汉战的部分还有大卫的部分其实也是有一点显示问题啊，这个我也是已经反馈了。部分赛季剧本中水晶科技改动，以下剧本即将更新最新版本的水晶科技，首次开启英雄战歌剧本、王国合并、尼罗河之王专属剧本、雄兵奸臣和精兵伐谋剧本，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认可为大多数的剧本都已经有新版的水晶科技了啦。这个更新只会在18号更新之后的失落之地开启才会生效，所以你们现在正在进行中呢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在英雄战歌和11世纪剧本中开启关卡开启时间调整的先锋体验哦，这个就是韩国线下聚会的时候有讲到的东西。所有剧本章节都不可以跳过，关卡会对应编年史章节固定13个小时后解锁，它原本是12个小时，现在变成13个小时了，所以它这个固定时间13个小时之后是几点？如果有知道的观众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优化了第3赛季光影交织中的部分活动，优化了传说统帅置换活动，若需要置换正在试用的统帅，需要先取消试用后才可以置换。这个好像之前就有这个 bug 了，在今年1月推出这个活动的时候增加了撤销功能，活动中可以消耗宝石撤销1次置换操作，以及其他异性优化，使操作更为便捷。优化了群英资质活动，可招募统帅
帅将分布在不同的层数中，消耗一定积分后才可以解锁到下一层。随着层数增加，所招募所需积分也会增加。同一层内的统帅招募需要积分一致。那怕大家不明白，我这边就演示给大家看了。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它会要求你完成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积分。积分就在这个右上角的位置。然后有积分呢，拿来干嘛呢？就是你们可以拿去招募这些统帅，因为可能有一些新区域的玩家，他们没有这么多新的统帅，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置换。但是你必须要解锁上面的这一层之后，才可以解锁第二层、第三层这样子。但是你解锁的那个消耗会更加多，比方说我现在第一层是100，第二层就变成500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 K3 的玩家或者是新玩家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就是你消耗要比较多啊，你尽量去完成一些活动，拿到更加多的积分。第5，征服赛季商店新增全新城市主题哦，风之弓部队防御力加 8%， 对野蛮人的伤害提升 5%、8%， 可是它是全兵种诶，全兵种 8%， 这个皮肤我记得好像是很多年前的皮肤了就是那个火罐的皮肤啊，我们叫火锅皮肤啦。其实它那个部队防御力提升 8%， 几年前的皮肤啦，这个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咯，2021年哦，现在2025年哦，4年前的皮肤了。我也是有希望给大家可以拿到这个皮肤啦。那当然，如果你是平时很难在登峰造极那边拿到皮肤的玩家，或许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拿到这个新的皮肤啦。那估计要用到的硬币应该是6颗啦。如果是根据这边的情况来看的话啦，这个需要用到6颗，除非官方比较好心，它放在这里的话，那你们就可以通过赛季币去兑换，成本也会比较低一点啊。但如果你是已经有更高数值的皮肤，就比方说攻击力 12%、生命值 12%什么之类的，那你这个皮肤或许就不需要用到啦。像我现在我是用纯骑兵啊，我有个 10% 的皮肤其实是还可以用啦，没有必要去拿这个部队防御力，除非是讲我要用在工程车上面哦。但是讲到工程车，它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皮肤是针对工程车的它真的是推出了工程车攻击力 10% 的皮肤。那如果你是工程车玩家，这个皮肤是肯定要拿的，因为它这个新版水晶科技的改动之后，就变成工程车其实被削弱了很多，工程车是很需要攻击力提升的。新的城市主题可以在版本更新后新开启的征服赛季商店中进行兑换，价值为6个征服币。你看，就如我所说的那样，所以大家就加油吧。优化联盟集团功能，那其实在我的 KVK 中还是没有这个功能啊，这个也属于先锋体验版，有一些王国他们有这个功能了。弱化集团军光标在大地图上的显示效果，减少集团军光标同时显示的数量。在战斗设置中新增关闭盟友和敌方集团军光标显示的开关。版本更新后，所有处于征服赛季联盟将可以使用集团军功能哦，之后我也可以用了。增加了失落之地名单的导入功能，在 ROK 游戏工具中上传名单并生成名单码，在失落之地分线页面导入名单码，即可便携的选择参战的执政官哦，这个方便阿斯工作。进入征服赛季后，每日目标活跃度100的宝箱中，黄金钥匙替换为君王之矢哦，终于了就是讲这个我们平时完成的活动啊，你看都是拿到黄金钥匙，黄金钥匙废了都没有用了，你拿君王钥匙至少还有一点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玩 KVK 的时候呢，它水晶科技的部分啊，叫我们完成200把君王钥匙的消耗，所以我觉得与其拿黄金钥匙，还不如拿这个钥匙，至少你可以拿到一些统帅嘛，然后里面的奖励也比较好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是可以的。优化驻地任务，对驻地任务进行手动刷新时，新出现的任务有极大概率与上一个任务不同，因为我有很多时候我就是刷新了，但是他上一次是讲哦我要捐献一些装备材料，然后下一次还是捐献装备材料，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改啊。而且我也是收到不少的观众投诉说，他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捐献装备材料直接给移除掉，因为多数玩家其实都不想要把自己的材料给捐献掉，就算是受谷也好，但你拿到的水晶数量跟那个好感度其实很低而已，这个部分我尽量去帮你们反馈啦，看能不能换掉它，还是你们觉得说没有必要换掉它。被手动刷新的任务，其后续被刷新出现的概率也会降低。版本更新后，驻地任务储存可刷新次数由5次上调20次，终于啊
它5次其实不是很够用啊，你是时常刷到一样的东西。操作及战斗体验优化，统帅相关优化，修复江汉战的统帅技能战力加成错误的问题，修复了连接伤害减免相关临时争议的效果，在战斗日志时争议栏会被错误的计算问题仅显示的问题不影响实际效果。这个部分呢也是有观众跟我讲，所以我是很感激这种观众呢，他是真的会给我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废话所以这边就非常感谢子安健啊，他这边给我的一些反馈啦。这个就是他所提供的图片啊，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你可以看到受到的连击伤害提升 25%， 但是这边就变成连击伤害减免提升 25% 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来了啦。这个已经帮他向客服反馈了，然后刚好今天的邮件也是有出现到这个问题啦，所以非常感谢这个观众。优化了在大地图搜索野蛮人的功能，新增了野蛮人存在搜索功能，这个也是我之前有提到过的啦，我有做影片讲，可以通过搜索找到可进攻的野蛮人存在了。新增了劫掠者和野蛮人存在搜索功能，在远征前夕活动可通过搜索功能找到可进攻的劫掠者或劫掠者存在。优化了自动打野功能，在远征前夕活动中可设置自动攻击劫掠者。修复了攻城方的所有技能伤害，所有重击伤害效果在组成战斗时对城内增援部队阵亡结算比例不足50%的问题。好，这个就是讲攻击城市的时候。修复了埃及之战、原王国及失落之地等场景下增援驻防部队时有极小概率寻找到非最优行军路线的问题。玩法优化，万国锦标赛体验即将开启，又来了这个活动。不过我相信这一次比较多玩家会想要去报名啊，因为可以拿到比较多的金头。调整了地图玩法，先锋体验将只进行1轮比赛，64支荣耀联盟将分成32组，每组进入同一个战场进行1对1战斗。优化了上路风云活动，就是那个马车的那个活动，重新设计了部分游戏页面，只有加入联盟超过24小时的玩家才可以被指派为联盟车队队长，加入联盟超过8小时的玩家才可以申请上车。联盟车队的队长在任命后，如果在准备阶段结束时没有配置防守方阵容，或在联盟车队准备期间退出联盟迁出失落之地，将会自动取消本次车队并返还该次发车机会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各位，返还次数不可超出当日上限。当个人货车到达终点时，活动奖励会通过邮件自动发放。其他功能，新增万国会员限定城市主题哈，当玩家万国会员等级达到特定等级时，可获得对应等级城市主题的使用福利，后续满足特定条件可持续获得该城市主题的使用福利。但它这个万国会员哦，是要看你花了多少钱呢。那这边也是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每个星期五呢都会有这个东西可以给你们去转啊，看你们可以拿到什么东西啦。你就按了之后，它可能会给一些宝石啊、材料啊、加速之类的。像我就拿到8小时的加速，但其实我想要那个宝石多一点啊。那么这个就是万国会员了。那有时候你那个等级如果比较高的话，它会送你一些福利啊，就比方说你的生日福利之类的。但我这个其实不是到最高等级啊，还有更高等级的，更高等级就是黑色的。我还差多少啊？我这里还要再提升54万才可以到这个黑卡等级的，所以就是你要花越多钱你才可以到达这个等级啦。所以我相信他所谓的那个限定皮肤应该是要到 Diamond 这个程度的时候才可以拿到那个皮肤啦，像我这种 Titanium 的应该是没有办法拿到的又或者是可能我那个等级他会给一些比较烂一点的皮肤啊。万国会员等级详情可以通过万国积分查询功能查看。 PC 版添加了快捷操作选项，可以基于每个人的习惯选择经典快捷操作模式了哦。每日行动力领取规则优化，每日行动力可以在当前行动力未超过上限时进行领取，且恢复的行动力可以超过行动力上限。移除了原王国中心区域部分较低等级的粮食木材资源，额外添加更高等级的金币资源点哦，这个是好事情来的。那整体下来看这一次的改动呢，其实算 OK 啦，没有讲那些不好的改动啊，多数都是有用到啊，尤其是那个野蛮人存在搜索功能啊那个已经反馈了很久啊，已经去年了，现在才增加。再来就是那个城市皮肤虽然它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啦，因为我相信多数玩家还是会拿到征服币去换一些装备图纸，而不是拿去换皮肤。但你如果换了这个皮肤之后，你就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嘛，所以至少
也给一个玩家机会拿到皮肤的可能性啦。因为在登峰造极拿到皮肤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真的是要花很多资源加速。但是征服币只要你有勤劳去参加 KVK， 有打架，有完成任务，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商店那边购买了，我觉得是好事情来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圣诞节更新的一些内容啊，自己各位在看了之后觉得怎么样呢？有遗漏错误或者是想要补充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